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小仙儿。升降桌呢，相信大家应该看过不少啊，但是客厅用的升降茶几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呢？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好好体验体验。自从我第一期3990B 发布之后呢，来我家的朋友真的是络绎不绝啊，都想感受一下视频中提到的杜比全景声，而且都还特意挑下午的时候来。这样感受完之后呢，就正好到饭点。你说这个时候，咱作为一个东道主，是不是该请上朋友在家里好好吃一顿，一边享受美食，一边享受电影？哎，那问题就来了，因为是北漂啊，租的房子并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布置一张完整的餐桌。客厅呢，也就放置了一对当时在宜家买的小茶几。虽然这个小茶几可以将就啊，但是也只能应对1-2个菜。要是想在家里煮个火锅，那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。因为放上锅之后呢，再加上几个人的碗筷，你的菜基本上就得流落汗了。所以啊，我就特别需要一个既能够在朋友来的时候充当餐桌，又能在会客时充当茶几的产品。而且桌面呢还得有一定的大小。我原本以为唯一的替代方法就是那种可收纳的折叠式餐桌，但仔细一下，第一呢，我是一个懒人；第二呢，就这么点大一个空间，折叠了它还不得找地儿放吗？所以很明显我会 pass 掉。就当我在马云家仔细检索的时候，发现竟然有这样一个玩意儿。看到介绍，我心动了，电动升降茶几，最低45厘米，最高70厘米。接着我又查了下它的大小，1.2米×60，这不就是完美符合我前面提到的所有使用需求了？于是我就毫不留情，丝毫不顾及我的花呗还没有额度的情况下，就无情的下单了。这个升降茶几的外包装还是比较大的啊，让我有一瞬间感觉似乎是我的客厅放不下。割掉胶带放到纸箱，我们就可以愉快的开箱了。打开之后呢，里面对于茶几的保护还是挺完备的，各个部件基本都用了泡沫海绵来抗压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将它们从箱子里拆出来。清理完之后呢，基本上就是画面上所展示的部件：桌腿和桌面。原本啊，我以为这种电动升降桌的安装应该很麻烦，都准备打官方的上门安装电话了。但是在我看了说明书之后啊，这简直是比拼乐高还要简单。那作为一个动手达人，怎么能放过这么大的一个乐高积木呢？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装它。我们现在安装桌腿的支柱部分，按照说明书，我们使用 A 带里面的螺丝进行固定，将桌腿对准桌面底部的螺丝孔位，然后用螺丝固定即可。这里要说一下啊，就是2个桌腿是不分左右的，可以随意选择顺序安装。拧紧螺丝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安装底部的桌角。我们使用 B 带装的螺丝进行一个固定，我们同样的将桌角的孔位对齐，然后用起子拧紧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扣背之前的流程，安装完右边的桌角就大功告成了。升降茶几的硬件安装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电控接线部分的安装。这块茶几的升降系统由2个模块组成，电机系统和控制器。控制器的旁边呢，就是茶几配备的 USB 充电装置。我们先将升降电机上的线连接到控制器的左侧接口，然后将旁边充电装置的线接入控制器的右侧接口。之后呢，将控制器的电源线和总的电源适配器相连就 OK 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比乐高简单多了？不过连接完毕之后呢，为了美观，我们还可以使用附赠的固定卡扣来将过长的线材进行一个收纳。并且呢，电源适配器上面是带有一个魔术贴的，我们可以将它固定到茶几的下方。好了，就此一切 OK， 插上电源呢，我们就可以愉快的使用了。桌子的右侧有2个箭头的地方就是升降桌的控制按钮，点触轻按就可以细节化的调整桌面的高度，当然呢，也可以长按2秒之后松开，此时呢，桌面就会自动升降至最高高度或者是最低高度。中途呢，我们可以随时轻触按键停止升降。经过我们的实测啊，这一款升降茶几的最低高度为48厘米，最高高度是74厘米，跟官方的数据是一样的，点个赞。控制器的右侧呢，就是刚刚说的充电装置了，它有2个 USB-A 的充电口和一个 USB Type-C 的快充口。桌子的中间呢，是一个大约55厘米乘28厘米的小抽屉，可以很方便的让我们进行一些日常碎物的收纳，像是一些遥控器啊、充电宝啊、笔记本什么的。好了，到现在啊，基本上这个升降茶几的外部功能都介绍完了，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它的使用体验啊。先说结果啊，真的很方便，它是真的完全满足了我之前提到的几个需求，既能做茶几，也能做餐桌。像平时晚上我回来边看电视边吃外卖，像之前的话呢，因为茶几和沙发的高度差原因啊，我需要拿到一个小凳子坐在原来的茶几旁边，这样呢边吃边看才会舒服。但现在呢，我只用将桌子升高至合适的位置，就可以稳稳当当的坐在沙发上面，边吃外卖边享受杜比全景声的快感。而且因为桌面够大，朋友过来吃火锅也再也不用担心放得下锅放不下菜，然后大家都蹲坐着吃的尴尬情况出现了。我只用再额外准备几把椅子，然后升高茶几就可以了。
因为这个茶几最高可以达到70厘米，所以在某些情况下，它还可以作为电脑桌和书桌使用。就像我平时特别爱好书法，那我就可以直接把它作为一个练字的书桌来使用。而且因为是在客厅呢，又恰好我有一台85寸的电视，所以说如果我想要体验大屏幕下使用电脑，那这个茶几就可以作为一个电脑桌。我们只要将电脑接入电视，然后准备好鼠标键盘就可以了。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电脑连接电视以后呢，三星990B 也是完全支持的，而且可以联动 PC， 打游戏听音乐真的超爽。如果有兴趣啊，评论告诉我，下期专门拍给你们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好物分享呢就到这里了。同时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啊，因为最近一直在横店筹备一个小网剧，所以这次拖更了有点久啊，希望大家多多理解。当然了，如果大家对我这个职业也感兴趣的话，我后面也会把它做成一个单独的系列，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导演这个行业。我是导演胡小仙儿，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呢，请一定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这是对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啊。另外，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、想玩、好奇的，或者说不爽的意见，也欢迎私信给我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录着呢。哎，主导，还可以啊。哎，这可以啊。往那边。